外星人也怕鬼，黑科技和黑魔法哪个更硬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泰瑞和杰西兴奋地在门口张灯结彩，快乐地唱着 Halloween Halloween。怕不是宇宙魔人附体。泰瑞还立下 flag， 说这回一定要过一个吓死人的万圣节。科沃忽然惨叫一声，手持来福枪冲出房门，将装饰用的蜘蛛打得满地乱爬。泰瑞忙劝科沃深呼吸，冷静。杰西惊慌地叫道：要命！我还以为去年欧明基治愈了科沃的10月恐惧症。科沃表示现在变成7月了，他痛恨万圣节，一看到万圣节装饰就好像被人用小刀拉屁股。科沃恳求大哥大姐们别过洋节，泰瑞和杰西执意不从。万圣节总要有人失声惊叫嘛，那才够刺激好玩。不久，小妍妍也提出了抗议，虽然他不反对其他人过万圣节，但他不喜欢他们用万圣节挂饰装扮家里的黑科技道具，这让他觉得那些酷炫的科幻武器都俗气了。为了向2位家长安利万圣节，泰瑞讲起了南瓜神灵的传说，他只会出现在极具万圣节精神的虔诚信徒面前，赠送礼物并提供帮助。科沃越听越害怕，胆汁儿都差点吐出来了。这时门铃忽然响起来，科沃吓得擦枪走火，一枪将永宝从天花板上轰了下来。原来是邻居兰道尔过来通知，说今年街区的主题是玉米堂之巷。作为人们口中的万圣节之王，兰道尔从去年万圣节结束时就开始准备今年万圣节的鬼屋，他不惜把在石棉厂打工赚的钱全部花费在这上面。有人会说他疯了，但任何事都是不疯魔不成佛。兰道尔自称是万圣节的狂热信徒，所以每年几乎整个小镇的人都会排队去他家参观。杰西一听直呼 so cool， 他也想去参拜玉米堂之巷。科沃急得眼珠子都红了，嚷着他绝对不允许这种事发生。泰瑞便掏出打飞机券和他谈判，最后换来了搞一套恐怖装饰的权利。泰瑞和杰西决定整一个狠活，当晚就去墓园挖出一具入葬不久的尸体，将黑科技和黑魔法结合，制作出了能够随时随地讲出各种恐怖故事的地穴守护者，学名僵尸，俗称粽子。科沃和这只粽子的心跳出狱，差点没把他送走。泰瑞和杰西却靠着他在万圣节上备受瞩目，人们排着队来听粽子讲鬼故事，也不知道他那已经干瘪的脑子里从哪里装来这么多鬼故事。同一个故事绝不会重复讲2次。科沃被这只粽子折磨得快要精神崩溃了，不管他在哪里在干什么，这玩意儿都会突然冒出来，用一句很久以前，吓得他魂飞魄散。最后科沃忍无可忍，将这只粽子绑上老人车送进了小树林。科沃装作一无所知的回到家里，发现泰瑞和杰西发了疯一般到处寻找粽子的下落，俩人抱着科沃失声痛哭，整得他左右为难。实在没想到这2个家伙居然对那只粽子有这么深的感情。泰瑞和杰西掘地3尺，在墓园里撒狗粮，甚至不惜印10万张寻人启事，在城里到处撒雪花片，简直已经到了疯魔的状态。科沃安慰他们说：嗨呀，多大点事儿，去年你们不是丢了一只机器狗，不一样好好活到现在了吗？不要把一时的感情应激反应当成一辈子无法逾越的大山。杰西一听才想起来，原来他们还丢了只狗，这下哭得更伤心了。科沃最终忍受不了良心的煎熬，钻进小树林去寻找粽子，却只看到那只被他丢掉的机器狗的碎片。他开车回家途中路过兰道尔的鬼屋，忽然望见了那只粽子，于是兴冲冲地敲开门，解释清楚了缘由。兰道尔正忙着化妆成法老，听完就拍胸口说小事一桩，让科沃现在就带那只粽子回家去。趁着科沃进屋的时候，兰道尔忽然背后偷袭，将其打晕。科沃再次醒来时，已经和粽子被绑在一起了。兰道尔撕下了他的伪装，说他其实恨死万圣节了，甚至还对糖果过敏。这些年来他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赚钱，人们的口味越来越挑剔，他的鬼屋就要做的越来越恐怖刺激。现在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，直接拿死人做装饰，不是最有噱头的卖点吗？科沃忙叫冤枉，表示他也恨透了万圣节，他们可是同志，相煎何太急啊。兰道尔没有理会他，转头去收快递去了。在这任人宰割的绝境之中，科沃开始后悔自己为何不喜欢上这个愚蠢的节目。他错了，真的错了，他从一开始就不该扔掉粽子，否则现在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么个伤心的地方。科沃开始临时抱佛脚，祈祷南瓜神灵显灵，救他于水火。他没有想到祈祷刚结束，南瓜神灵就真的出现了。南瓜神灵大神有量，没和他计较之前的辱骂，还帮他割开了身上的绳索，欢迎科沃加入万圣节队伍。他说万圣节的重点不仅仅是装神弄鬼，用死亡的标志来装饰家园，戴上面具能让人们从生活的假象中剥离出来，接触到自身最原始的本质。恐惧代表你还活着。科沃表示听南瓜神灵一席话简直胜读10年书。南瓜神灵欣然准备离开，去实现其他人的愿望。就在这时，科沃一把夺过刀，将南瓜神灵按在地上活活捅死。科沃和粽子钻进南瓜神灵的尸体里，企图偷偷穿过如同迷宫般的鬼屋，途中还遇到了最恐怖的装饰——黑妹冰雪公主。科沃吓得差点尿裤子。兰道尔提着狂战斧一路追来，见到南瓜就劈上一斧头，嚷嚷着要
便将科沃开膛破肚，碎尸万段。科沃眼看就要逃过一劫时，粽子忽然讲起了鬼故事。兰道尔纵身一跃，手起斧落，南瓜神灵的尸体碎了满地。科沃抄起一把菜刀和兰道尔拼白刃战，最终还是没敌过。生死关头，粽子忽然讲起了跟兰道尔有关的恐怖故事，说有一个小男孩每天都沉迷在万圣节中，对他而言，一年只有万圣节那一天是真正活着的。他的朋友们逐渐长大，唯一他一直停滞不变，成为了一个过时的符号，就像只有万圣节才用得上的装饰品。而他的另一种人生可能性，被数年的读研和上万美元的债务扼杀，最终他只得到了一个毫无用处的学位。兰道尔听得浑身冒冷汗，从万圣节的魔怔中清醒了过来。他原本期待的人生并不是这样的，他决定开着车一路向西，找个美女多的海滩卖热狗。科沃抱着粽子回家去，途中再三向他道歉和感谢。谁能想到一具尸体能拯救这么多迷失的灵魂？泰瑞和杰西正蜷缩在沙发里自闭，一见到粽子回来了，合家欢似的深情拥抱。话又说回来，挖粽子那一晚过后，小妍妍去哪儿了呢？原来她当晚在屋顶打扫卫生时失足摔下去被插死了。目睹这一惨重的永保想尽办法去提醒大人们，可是科沃三人的注意力全在粽子身上。最后他们想起小妍妍的时候，她已经烂得差不多了。这段时间里，小妍妍的鬼魂被勾进了地狱里，鬼族们想尽一切办法折磨她，想要让她的心里充满恐惧。可小妍妍凭借3寸不烂之毒舌，怼天怼地怼空气，怼得鬼族们怀疑人生，只好搬请来地狱的大佬撒旦。撒旦一拳一个将这些没用的手下全砸扁。他发誓一定要让小妍妍害怕，否则地狱的颜面何在？就在这时，一束红光落下，小妍妍终于被家人们复活。他得意地表示，这就是科技的力量。只留下撒旦在空荡荡的地狱里无能狂怒。最后一家人在客厅里喝姜茶，谈天论地。泰瑞听到科沃见过南瓜神灵，满脸期待地表示自己也想见他一面。你会见到的，科沃心虚地说。这时门铃忽然响了，科沃出门一瞧，才发现原来泰瑞在寻人启事上写着将用全套马杀鸡来感谢巡回者。现在门外抱着尸体来邀功的人排了几条长街。科沃长叹一声，怀着壮士就义般的悲壮之情，掏出了唇膏。不要因为我是浇花而怜惜我。